下车吧，司机也需要换班休息。就算你这个样子，躲在车里不说话，它也不会形成一道屏障，帮你来抵御外面的世界。好，既然你不想下去，那我就去跟司机商量一下，看怎么样可以让你一直待在这儿。你还没吃饭，饿了吧？我带你去吃点东西。我给老李打个电话。我求你了，别管我了，你走吧。不管怎么样，你能开口说话，我就放心多了。刚好这附近也没什么人，你要有什么想说的、想骂的，发泄出来，别憋在心里。你既然已经全都知道了，你为什么还要继续瞒着我？我只是觉得，有的时候就算你知道真相，但不一定换回来好的结果。我只想看到你开心，不想看到你难过。他为什么偏偏选中的是我？就是因为我们家穷，没钱没地位，所以好欺负，对不对？如果不是因为他的自私，我当年根本就不会钓到，我爸根本就不会出意外。是他间接杀害了我爸，他毁了我们一家。而我现在，我这跟生活在一起，我跟他结婚了，多可笑！都过去了，这一切都过去了。而且当年做错事的人是侯月珍，也不是沈侯。你刚才也都听到了，沈侯他跟你一样，当年只是一个孩子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所以这件事情，你最好不要告诉他，否则的话，他会跟现在的你一样，自责跟痛苦。我们一起想想办法。你要是不想坐我的车，那我继续陪你坐公交车。你知道我要去哪儿吗？我自己都不知道我现在到底该去哪儿。如果你现在不想回家面对沈侯，
可以先去我那里，等你状态都调整好了，再回去。哎呦我去！还我！等会儿，你等会儿。打包这么多啊！你这典型薅公家羊毛，知道吗？占便宜没够。我告诉你，我可是给了钱了，而且哥们儿今天啊，特意做了2道我新学的菜。哎呦，我呸！咱们员工价等于白菜价，你还好意思说自己给钱了，还自己做了2道菜？哪道菜是你买的？哪个菜是你到菜市场自己挑的？我跟你说，你这就是羡慕嫉妒恨。怎么着？来，我给你点温暖的拥抱。你别碰我啊！你走开，你别恶心我。哎呀，他！哎呀，嘿，我告诉你啊，面包会有的，爱情也会来的，你的爱情就在来的路上。我的爱情已经走远了，那你拿赛车追他呀？我车开得太猛，坏了我。你等我修好了，重振旗鼓，我就不信了。哎，拿下他！拿下他！我告诉你，咱俩现在已经不一样了。你已经结婚了，你是真正的大人，我们在不一样的世界了。那你也加把劲儿啊！加什么劲儿？赶紧走吧，别品了，一会儿菜凉了。我先给他打个电话。哎，不接你电话了，不理你了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他肯定是在忙。我不跟你说，我走了。哎，你走吧你。慢点骑啊！回去吧。哎呀，这孩子终于长大了。队长，队长，
号，所拨打电话关于他人还是其他号。喂，沈红，你回来吧，我跟你爸爸有话想对你说。我现在在忙，没空。严小晨，他现在和你在一起吗？没有。吃吧，吃饱了才有力气想事情。你要是没什么胃口的话，我再去煲一个汤。不用了。我吃。我觉得你说的对，这事儿我不能让沈浩知道。他是无辜的，可是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去面对我们今后的婚姻，还有我们的家庭。骗得了沈浩，我骗不了我自己，我也骗不了我妈。我应该怎么去撒这个谎，帮着他们家去隐瞒事实真相？应该怎么做？沈浩，接还是不接啊？你接吧，你告诉他你没有和我在一起。喂，小陈啊，他没有跟我在一起。好，再见。谢谢。你要一直让他这么担心下去吗？你如果一直不接他电话的话，他可能会疯的，就像上次一样。我觉得不管怎么说，至少先度过今晚吧。你听我的，先把手机开机，给他回个电话，就说你在跟客户吃饭，吃完了就回家。
过去。喂，沈浩。小小，你在哪儿？我现在在外滩跟客户吃饭，刚才手机没电了，我刚充上，一会儿就回去了。好，我等你。嗯，拜拜。快吃吧，吃完了我送你下去打车。你不吃我都不敢吃的。记住啊，回去以后跟沈浩什么都别说，千万别让他知道。别误会，沈浩，程志远，我告诉你，你听我说，这事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跟他没关系。外滩，你知不知道，我刚才给你打电话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在这儿等你了。我多希望，刚才从那儿出来的人，根本就不是你。就算我跟小陈聊点私事，不想告诉你，这能说明什么呀？说明什么？沈浩，跟他说点事儿。你自己看，啊，这些照片能说明什么？这是我妈之前发给我的，这些加在一块能说明什么？你告诉我。我以前告诉我自己，不要什么事情都相信，但是我今天亲眼看到。程志，你知不知道我跟严小晨已经结婚了？她是我老婆，我是她丈夫。这几张照片我可以解释。解释？那你倒是给我解释解释，什么叫做不能被我发现？什么叫做回去之后不要告诉我？啊？我知道小陈是你的老婆，但好像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必须要告诉你吧？人都需要隐私的，有些事情知道了对大家都没好处。程志，你不要总是摆出一副比我更加了解小小的样子，你这种样子特别恶心，你知道吗？啊！沈浩，还手啊！沈浩，我求你，你还手啊！你有有本事还手啊！你干嘛你结婚的？对不起。就让我们回家吧。有什么事儿回家说好不好？我不回去。对不起。这是你家钥匙，行，你不回去，我钱还给你。你那个家，我不会再回了。
快了，这2天睡眠不好，你少喝点儿。你看你，一会儿说茶养生，一会儿也不让我喝。哎呀，我这心里头乱得慌。你说那个严小晨，会不会把事情的真相都告诉沈后呢？说句心里话吧，我真的不是对他有成见，在公司看到他第1眼的时候，我还蛮喜欢这个女孩子的。可是当我看到她的简历，越看我越害怕，我越来越觉得她就是沈后顶替名额的那个女孩。我心里难过啊，可是没有办法。我就怕万一他们2个走到一起，将来有一天发现了这一切，那2个人更痛苦啊，对吧？沈后，儿子，你跟那个严小晨……妈，我不想再听到这个名字。哎，这是严小晨没有告诉他事实。你怎么知道？你看他对咱们那个态度啊，他一点都不记恨我们。那他为什么不告诉沈后呢？严小晨可能跟我们的心情一样，不愿意让他受到伤害，想保护他吧。哎呦，你说说，他要真是能把这个秘密严守一辈子就好了，永远不要告诉咱们儿子，那样我们就没有反对他们2个在一起的理由了，是吧？哎呀，毕竟是咱们害了严小晨他们家嘛，对吧？我还想喝茶。听话。和女朋友吵架了？如果是因为你妈妈给你发的那几张照片，我们可以做出一些解释。其实我们误会小陈了，那些照片拍摄的时候角度是有一点问题的，我和你妈妈也是刚刚才知道的。这不重要。是，这不重要。所以我和你妈妈觉得，这个女孩也没有什么不好的。如果呀，她能够原谅我们所做的一切，包括以前我跟你爸爸不再反对你们2个在一起，是我们会对她像自己的未来的儿媳妇一样好哈。对，我们已经结婚了。哦，你结婚了？我趁你们不注意，偷偷拿走户口本，和他结婚了。啊，那不是挺好的吗？但是我刚才发现，他在城市人家，而且我拉他，他竟然不跟我一块走。那你有问他为什么吗？没有。哦，是这样啊。既然你们都结婚了，那就是小两口了呀。小两口有什么事情说开了不就行了吗？是啊，妈妈，你们能不能先出去？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孩子，妈跟你说，
我和你妈妈先出去啊，让她自己待会儿。小乔，爸爸支持你啊！既然决定去上海上大学，就好好学，啊，一定拿出个好成绩来给爸爸看看。不开心的时候，吃个糖。笑笑，我爱你。你好吗？我在。这几句，你最想听到哪一个？我在。看什么？我在看我这一生中最美的景色。笑笑，我一定会很努力，我会让你知道，我沈红值得你做这样的选择。你喜欢的人是我，你想嫁的人是我，任何人都不会让我们分开的。嫁给我吧，我爱你，老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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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老婆，我们结婚了。我们结婚了！小小，小小。小小，小小，小小，昨天是我情绪太激动了，我状态不好。我知道，我昨天一定是误会你了，咱们说清楚好不好？其实我昨天晚上就过来了，我想见你，可是你电话关机，我想上楼找你，可是我怕打扰到你，所以我就只能待在这儿。说对不起的人不是你，想想，什么意思啊？
沈浩，你妈的反对是对的。从一开始，我俩在一起就是个错误，我俩根本就不合适。小小，我知道我妈过去有很多做的很过分的地方，但是我妈昨天晚上都跟我坦白了。她跟我说了第一次去找你说了些什么，第二次去公司找你又说了些什么，她都跟我说了。她还说，只要你能原谅他们以前所做的一切，她今后会竭尽所能的对你好。小小，我爸妈不再反对我们了。你妈只跟你说了这些啊？说这些难道还不够吗？小小，现在只要你跟我说清楚，昨天晚上你为什么在程志远家待到那么晚？你们到底聊了些什么？干了什么？你只要跟我解释清楚，我都没事了。我们离婚吧。你说什么？我们离婚吧。不是，为什么呀？你总得给我个理由吧？我到底哪儿做的不好？你跟我说，我改还不行吗？理由就是，你昨天晚上没有误会我，从头到尾对不起你的人是我，我也没必要再给你解释什么。请你以后别来找我了。小小，放开我。快送医院吧！身体不舒服，脸怎么这么白啊？学长，赶紧送医院！感觉不可能送医院了，怎么办？倩妮，学长，学长，来，这样，让开！谁是严小晨的家属啊？是我。你是？我是她丈夫。啊，病人没什么问题，就是没注意饮食和休息，导致了低血糖昏迷，加之病人怀着孕，身体又比较虚弱。什么？她怀孕了？你不知道吗？你爱人没告诉你啊？没有。那，你确定她怀孕了？你们是怎么搞的呀？都这么长时间了，自己怀孕不知道啊？等她输完液，你们就可以出院了，尽快到我们妇产科来做一个产检。哎，谢谢你。小小，我们有孩子了！我的天哪，我们有孩子了！
男孩还是女孩啊？男孩的话，肯定长得跟我一样；女孩的话，跟你一样。我的天哪，我们居然有孩子了！哎，你醒了，小小。我怎么在这儿啊？你突然晕倒了，我给你送过来的。你知道你为什么会晕倒吗？低血糖呗。你只猜对了一半，还有一半。你猜，你怀孕了。我怀孕了？啊？难道你自己不知道吗？不可能。我经常内分泌失调，原来有这样过，不可能怀孕。小小，你是不是还在跟我赌气呢？是不是我昨天误会你？还有刚才在小区门口，你说那些话是不是在气我？对吧？小小，我求求你，别生我气了。我知道错了，我知道我一直以来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好，但是我现在是爸爸了，而且我爸妈也接受了我们的婚姻。我想，你现在应该搬到家里来住，这样怀孕特殊时期嘛，我爸妈也好照顾你，对不对？到家里来住。不可能。哎，你是不是又累了？那你再睡会儿。输完液了我再叫你。啊？哎，我就在这儿啊。在家休息吗？身体如何？为了你自己的婚姻，我建议你不要把那件事儿告诉沈后。小陈，长春给你发的微信，什么意思啊？你觉得是什么意思，就是什么意思。我只相信你说的。我们离婚吧，这孩子跟你没关系，现在没有，将来也不会有。小陈，你终于承认了，是我太蠢了。我一直幻想着你跟程志远真的什么都没有，
我还祈求你的原谅。我就是个笑话，叶小晨。明天去离婚吧。喂，小陈，你还好吗？我现在在你们家小区门口，你把罗文浩发给我。你走吧，不要再管我的事儿了，我自己解决。小陈，哎，严小晨，你怎么把针头给拔了？你看这都出血了。严小晨，喂，喂。老李，去随经理约。好。我怀孕了，可是我告诉沈浩说，这孩子不是他的。为什么这么说？我如果不这么说，他是不会死心的。我怎么就跟他成为了一家人？我不敢想象，如果沈后他知道这件事以后，他会怎么做？他也会难受死的。所以我与其让所有人都痛苦，我还不如自己先结束这段感情。还得跟你说个对不起。他误会我俩的关系了。但是我不能跟他去解释。既然我说要帮忙，不管什么忙我都会帮到底。好，别哭了。
天能陪我去趟民政局吗？小陈，你真的不会后悔吗？毕竟沈湖是孩子的父亲，你要真的离婚了，孩子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。我只知道，我现在只有这一种选择。没事儿啊。李小晨，让新欢陪着和旧爱离婚，你可真行。上车吧。我准备啊，为中老年人设计一套服装啊。现在啊，这个像咱们这个年龄段的人，很多人都不会穿衣服。但你这个颜色会不会太鲜艳了？这个颜色不好吗？你看我这个。回来了。回来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。你妈问你话呢。没事儿。你看你那样，像没事的吗？有什么话不能跟爸妈讲啊？我离婚了。从你偷户口本出去注册结婚，我觉得你们就是一个过家家的游戏。现在，游戏结束了，啊？儿子，听妈说句心里话啊。你们两个既然都已经离婚了，那你跟严小晨这一片就算彻底的翻过去，你就当自己做了个梦，现在梦醒了啊，该面对现实了。你现在很年轻，又是个男人，你该考虑的不是成家过日子，你应该想想自己的事业，以后这么多年要做什么，对吧？不要因为一段情感就让自己一蹶不振，懂吗？从今往后，把自己的重心挪到事业上去啊！你妈这样正好。你呀，明天起就去分公司上班，也不要干什么销售了，我看就从经理做起吧。啊，随便吧。哎，你这叫什么话啊？随便吧。哎，他随便就结婚，这随便就又离婚，当个经理还随便，真是气死我了。哪那么多随便？行了，别生气了啊！茶凉了，我给你泡点热茶去火。哎呀，随便。哎，麻烦问一下，那个心血管科是在这一层吗？这里是 A 区妇产科 ，B 区心血管科在那边。其实真的不用陪我来的。还好我陪你来了，要不然的话，谢谢啊，我都不知道你营养不良。看来最近啊，不能让你加班了。
单子出来了，你看一下。喂，哎，芳姐啊，我跟你说啊，我现在在上海的医院看病，我看到小陈了。啊？他生病了？我也不是很清楚。但是有一个男的陪着他，只是他们俩是从妇产科出来的，我就没有上去打招呼。妇产科，男的，是不是上次他带回来的那个沈侯啊？我看着好像不太像上次那个小伙子。哎，要不这样，我拍张照片发给你啊。喂，妈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在公司呢。学会撒谎了是吧？啊？陪你一起去妇产科的那男的是谁？你是怀孕了吗？不是，你怎么知道的？要不是田阿姨告诉我，你打算瞒我多久啊？啊？你跟我要户口本，是不是去登记结婚呢？结了没有？那孩子是谁的呀？哎，不是妈，严小晨，你现在胆子是越来越大了啊！未婚先孕，你要不要脸呢你啊？我跟你说话呢，在听吗你？赶紧回来，从上海给我回来，把事情说清楚。怎么了？你妈说什么呀？我妈知道了。沈侯，你现在人在哪里呀？啊？我说你现在是不是应该去公司上班呢？你没有忘记怎么答应我的吧？啊？我不管，你对我是有承诺的。一个男人在社会上应该讲信用，对家庭应该有责任，你懂吗？我已经跟你刘叔叔讲好了，你去上海分公司啊做总经理。你今天，不，你现在就去，我要你现在就去上班。沈侯，你妈我把你养这么大，你这心里头就有一个严小晨吗？没有别人了。喂，你那儿怎么这么乱呢？你在搞什么文昌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？雨辰，你这哥们行不行啊？我看他状态不太对啊，别出什么事儿了。不要命啊！
小陈，再来一圈。再来一圈个屁，1米都不行。下来！别管我，我不管你，谁管你？现在怎么了？天塌了，没杨有成你不活了！我说了，别管我。还有，别提他。小沈豪，我不管你，谁能管你？这么多年兄弟白做了。从现在看，我们整个上半年业绩还是不错的，所以我觉得下半年还是应该更……啊？说到哪儿了？没什么。你休息一下，准备吃饭吧，我们下午再谈。别看了，出去了。爸，我该怎么办？我到底该怎么办？小陈，这是我们公司新来的同事，刚刚办完入职，我还有个会，你带他熟悉一下。Cindy 姐，我想下午请个假。你这2天怎么了？状态那么不好。我劝你不要因为感情的事情耽误工作。下午把事情解决清楚，明天开始打起精神来，好吗？好。来，星辉，那是你位置。她叫 Cindy 是吧？说话像爆豆子一样，你都不知道我刚刚紧张死了。这儿，没事儿，你熟悉了她，你就知道她人很好了。我一会儿还有点事儿，我就今天不能带你熟悉公司业务了。啊，好，没事，我忙你的。我就是想中午请你吃个饭，谢谢你的。那就下次吧。好，李辉，哎，这是我大学同学刘星辉。你好，见过见过。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得先出去，就麻烦你帮我带他熟悉一下公司业务，好不好 ？OK， 没问题。不，你去哪儿？私事儿。哎，陈总，
他们俩不会真有什么吧？啊？说什么？他们没什么没什么，就算有什么，你还是不知道的好。哎，认识一下，珍妮、廖松。你好，你好。少搭理他，走，带你熟悉一下。好。这是我们的会议室。不好意思，大老爷们儿等个电梯还插队，你好意思吗？不好意思啊，对不起，着急。严小晨，严小晨是哪位？哦，进来吧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来，你上。谢谢啊。来，我帮你。谢谢。第一次怀孕吗？是。结婚了吗？离婚了。有人陪你一起来吗？我们是有规定的，做人流手术最好是有家属陪同。你们要仔细确认了手术同意书上的所有内容，签字之后才能进行手术。有任何后果，我都自己承担，所以我自己签字确认就可以了。你还有什么疑问吗？都可以问，事关你的身体，我们也希望能够充分的沟通，避免有可能产生的一些风险，确保你在术后得到良好的恢复。我做完手术之后需要请假休息吗？当然，无痛人流只是在手术的过程当中通过麻醉减轻疼痛和不适，但是在术后的半个月之内，还是会有可能产生一些持续出血的现象。如果你不休息好，会引起感染，甚至引发盆腔炎。所以必须通过充分的休息和一些口服的药物来促进你子宫的恢复，并且术后半个月之后及时来医院复查，避免留下不良的影响。我最后再跟您确认一下，手术前一天晚上10点之后不能进水进食。你从昨晚10点之后到现在没有再喝水吃东西吧？没有。好，手术同意书你看一下，签个字，签字之后就可以让护士带你去手术室进行准备了。干什么呢？男士止步。对不起啊，护士，不好意思啊，我问一下，这里面有没有一个病人叫严小晨？请问您是病人的家属吗？我是他朋友。病人的隐私我们无权透露。